因为喜欢独处，所以超级喜欢小房间，很喜欢《百年孤独》里的一句话：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，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。因为我家2楼北面有一个不足5平米的卧室，我准备把它改造成属于自己的小窝。先清空一下房间，拆了这种老式的窗帘，但是满墙的壁纸好像不是很好处理，我只能用壁纸胶水修复一下。以后能刷乳胶漆就不要整壁纸，因为这东西修复起来挺难的。最后就是这个柜子了，先把玻璃拆下来，然后再去掉门把手。我准备把它刷成浅色，直接用滚刷，前后间隔1个小时，滚上2面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切个木板装在上面，这样柜子就搞定了。接下来就是踢脚线了，先把旧的踢脚线拆掉，我又买了些浅色的，用来弱化一下墙面对比，这样就可以根据尺寸用电锯切出来，一块块的安装到墙上。墙模安装好后，正好买的罗马帘也到了，直接上墙打孔，然后卡在上面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一共装2个，这下这个房间就干净多了。接下来我想要个这样的奶酪床，看着太有食欲了，先准备些海绵，画个圆形，直接用海绵刀切出来。第1块好了，然后再增加2块，不同的材质硬度搭配起来才舒服。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就用奶酪改造的房子，躺在奶酪床上吃了奶酪，简直太羡慕了。最后再在外面包裹一层，这样咱们奶酪胚就好了。接下来开始挖洞，大大小小随意点，然后再用薄一点的海绵贴合一下，切了多余的部分，这样坑洞就比较圆滑了。奶酪基础好了，接下来就要做布套了。我想要那种超级舒服的质感，于是花巨资买了些很好的毛茸茸布料和一些上好的真丝面料，摸着就很舒服。先把布料裁剪出来，因为有弹性，所以凹陷的位置就比较好贴合。最后背面也要做一层，再用针线一点点上下缝合，这样咱们的奶酪床就做好了，软乎乎的，太舒服了。接下来再用真丝面料做一个舒服的抱枕，先根据造型裁剪出来，是不是很像一串糖葫芦？先把内衬缝制好，然后再把真丝布套缝制出来，装个拉链。这下布套好了，就可以先清洗一下。大家都知道真丝面料不能用寻常机洗，好在我有卡萨帝星月洗护套装，上下叠放，完美嵌入到柜子里，高级又和谐。我日常使用1瓶就可以操控洗护进程。洗衣结束，剩下15分钟时，烘干机自动开始预热，省了等的时间。整套洗好了，看一点也没变形。待会儿看看烘干后的效果，不仅像床单这种日常大件能够烘干烘透，丝绸面料也可以完全放心烘干，不会过烘损伤。烘好了，摸起来如滑舒展，不敢相信抱着它睡觉有多舒服。奶酪好了，抱枕也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布置房间了。真的是太大了，感觉自己都饿了，真想一口吃了它。下面再铺上地毯，放上咱们的真丝抱枕，左边放个小茶几装饰一下，这面墙就放2个柜子，可以收纳摆放很多东西。这下咱们的奶酪版的奶油小窝就改造好了。一走进房间，看着整整一大块奶酪，真的太治愈了，香喷喷的，软乎乎的，而且跳上去感觉就像被包裹起来一样。我算是体会到节日的幸福了。而且这个抱枕真的超级舒服，想怎么躺就怎么躺，也不会担心掉下去。关上门，盖上被子睡一会儿，也没人打扰。这大概就是我喜欢的感觉吧。朋友，我们下期见。